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叶梅一直和丈夫在上海打工，但在不久前，两人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。她也厌倦了城市里的生活，于是就决定回老家陪伴女儿。她独自开着车，一直到天黑才回家。女儿小南从小就和年迈的外公生活在一起，叶梅因为忙于工作，和女儿也是聚少离多。她回家后找遍整个屋子，也不见女儿的身影。打开窗户才发现不远处看起来很热闹，就摸黑走了过去。原来女儿正在参加村里组织的文艺晚会。这时刮起了一阵狂风，村民们一哄而散。叶梅在人群中大喊着女儿的名字。小南听到后有些惊讶，面对眼前的妈妈，她显得异常冷漠。回到家后，叶梅又开始寻找话题和女儿聊天，还说自己带回来很多礼物。可小南对此没有半点兴趣，转身就躲进了被窝。叶梅感到无比失落，但她和女儿聚少离多，这样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。半夜，叶梅突然听到门外有异响，原来是女儿在偷吃零食。她没有说破，只是看着女儿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第二天一早，叶梅发现女儿把零食吃的到处都是，并且也没有收拾干净。她觉得这种习惯很不卫生，还责怪父亲平时对女儿不够严厉。而这边，小南拿着妈妈买回来的巧克力，准备求老师帮她换个座位。原来她在课堂上总是捣乱，老师就把她换到了第一排。现在妈妈回来了，小南不想让妈妈发现自己是个不爱学习的孩子，可老师却表示等他学习成绩有所提升，才能考虑帮他换座位的事情。临近傍晚，叶梅见女儿放学后还没有回家，就急忙出门寻找。最后发现女儿和几个同学在寺庙门前打游戏，她感到大失所望，一气之下，她还关掉了电闸。孩子们这才不情愿地离开了，但小南却对自己的行为不以为然。回到家后，他又偷偷躲到被窝里玩游戏，恰巧被叶梅逮了个正着，还把他的手机没收了。小南虽然心有不满，但也不敢反抗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和好朋友小晴抱怨，妈妈不仅收走了他的手机，还删除了所有的游戏，实在是不讲道理。没想到两人的对话被同学大伟给听到了，他立马和老师告了状，还当众嘲笑小南，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。最后老师就罚他们抄写作文，这让小南很不服气。他不仅偷走了老师的课本，还和大伟打了一架。不久后，叶梅就收到消息说小南出事了，还让他赶紧去一趟医院。来到医院后，他看到一个满脸绷带的孩子，就以为她是自己的女儿，当场就吓坏了。结果只是虚惊一场，小南并没有受伤。他还撒谎说大伟也没有受伤，现在已经被父母接走了。叶梅听完后也没有怀疑，随后就带着女儿离开了。其实大伟伤得不轻，老师正带着他包扎伤口。回去的路上，叶梅质问女儿为什么要打架，但小南却一言不发，不想和妈妈有任何的沟通，这让叶梅十分苦恼。曾经可爱的女儿，现在不仅有一堆的坏习惯，还学会了和别人打架，她实在是无法接受。而小南虽然对大伟动了手，但他平时经常被大伟欺负，心里也有一肚子的委屈。两人就这样沉默寡言地回到了家里。叶梅突然发现，小南和外公在一起的时候，不仅聊得很开心，甚至还会和外公撒娇，这让她十分羡慕。第二天，叶梅主动去接女儿放学，甚至还邀请小南的同学一起上车。看见他们的手里都拿着礼物，可小南却没有，他感到十分疑惑。一问才知道，这些礼物是好心人捐赠给留守儿童的，这让叶梅感到一阵心酸。车到半路的时候，叶梅又遇到了大伟。虽然他和女儿打过架，但孩子毕竟还小，于是就准备载他一程。可大伟上车之后就开始不停地告状，说小南不仅成绩差，爱偷东西，还喜欢说谎。听到这里，叶梅感到火冒三丈，随后就让大伟赶紧下车，因为他无法忍受有人这样说自己的女儿，更加不能理解女儿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回到家后，他把女儿狠狠地骂了一顿，可小南却认为妈妈是因为离婚的事情才会把气撒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村里人都这么说。母女两人的关系愈发紧张，甚至开始了冷战。这天夜里，叶梅发现女儿还没有回家，心里十分着急，结果在网吧里找到了，可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女儿，就买了包烟，独自回到车里抽了起来。看着街头的无业青年，叶梅对女儿的未来也甚是担忧。一直到天亮，小南才从网吧出来，他看到了睡着的妈妈，
但两人还是无言以对。不久后的一天，村里来了几位警察，还将小南带走了。作为监护人的叶梅也要一同前往。原来小南去网吧玩游戏的钱是偷来的，偷的还是寺庙里面供奉的钱，这让叶梅十分生气，甚至中途救下了警车。作为一位母亲，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管教女儿了。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学校知道了，小南不仅受到了处分，还被同学们孤立，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。而他唯一的好朋友小晴也得了怪病，甚至连村里的医生也无能为力。女儿的遭遇让叶梅觉得自己很失败，她想教好女儿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加上自己离了婚，这在农村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背后也少不了有人议论，甚至对她避之不及，这让叶梅实在是无法忍受了。她最后决定回城里生活，虽然她很舍不得女儿，但那些美好的时光终究是错过了。而这边小晴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，村里人认为是小南偷了寺庙里的钱，触犯了神明，小晴和他一起玩才会中了邪，于是就举行了祈福仪式，准备帮两人驱邪。神婆还表示，因为大家没有祭拜石佛，所以才会受到惩罚。听到这里，老人们就提议赶紧祭拜。就在这时，叶梅因为放心不下女儿又回来了，母女两人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。几天后，小南又抽空去看望生病的小晴，没想到小晴对于生病这件事情还挺开心的。如果自己生病了，父母就能回来，那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可不久后，小晴就突然去世了。好朋友的离开让小南无法接受，村里人又提议祭拜石佛，生怕以后还会发生更多不好的事情。于是，一群人盛装打扮，结伴进山，叶梅和女儿也在其中。没想到，快到山顶的时候，却发现门被锁起来了，因为这里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点，村民们也不能随意出入，大家只能在半山腰祈福祭拜。他们用自己的舞蹈，希望得到神明的庇佑。而小南和妈妈因为身材瘦小，就穿过铁门来到了山顶的钟乳洞。在这里，母女两人心灵合一，为小晴跳了一支祝福的舞蹈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哀悼亡灵，最后也彻底达成了和解。故事发生在云南傣族的一个小山村。小南虽然顽皮叛逆，但他有外公的宠爱，还有关系要好的朋友，甚至业余时间还能跳舞。他也和同龄的小朋友一样，爱吃零食，爱打游戏。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留守儿童。而妈妈回来后，这种现状却被打破了。一对执拗的母女，两人之间夹杂着不善于表达的爱。面对女儿的坏习惯，叶梅并没有强烈的反抗和斥责，而是掺杂了一种愧疚和无力。孩子的叛逆，或许只是他们偶然寻找的快乐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